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留言祈福，愿您福运亨通，身体康健，富贵满堂，远离疾苦。今天要分享的是50岁后生肖马小心破财局。偏财看似上门，实则暗藏陷阱。一说起属马的人，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是那种自带冲劲、追求速度、不服输的性格。确实，生肖马天生阳气重，属火，五行属午火，性格耿直，行动快，喜好自由。这种人早年大多是凭一口气闯天下，敢拼敢干，稍有机会就能爆发，特别是中年以前，偏财运往往比正财来得快，也更容易突然走大运。但凡事有得就有失，很多属马的人到了50岁以后，命格运势开始逐步转变，如果没有及时调整节奏和心态，就容易在不知不觉间落入破财局。尤其是那些看似从天而降的偏财，更可能是陷阱而非福气。从命理上看，生肖马在2025年步入白虎星与天虚星临命之年，这类星宿属凶星，尤其对白天生属火之人更为不利。再叠加50之天命的自然转折节点，五行气场开始变化，阳气不如从前，运势由盛转缓。这时候就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追求快、拼刺激，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所谓的意外之财反噬。尤其是那些以为是天降偏财的机会，比如朋友介绍的高回报项目，亲戚突然要合作投资，网络上的稳赢理财等等，往往前期顺风顺水，等你加码下重注后，才会发现是个连环套。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生肖马在2025年之后的5年内处于运泄气虚的阶段，也就是常说的泄命期。这一阶段虽然不代表彻底衰败，但意味着一个人的气场开始从主动转为被动，做事虽然还是拼，但拼得越来越累，得来的东西不一定守得住。偏财象征的就是不稳定的财源，比如博彩、投机、炒币、合伙投资、分红外快等。这类财虽然来得快，但没有稳定的基础。偏财旺盛却又处于命气走弱的年份，对属马的人来说，就好比在沙地上盖楼，看着风光，实则隐患重重。属马的人其实一直都有一个人旺财动的命理特征，也就是说人脉活络了，财源就自然来。但在50岁以后，若不懂得筛选与收敛，就很容易因为轻信他人而破局。尤其是一些熟人推介来的稳赚不赔的机会，越是打着亲情友情的幌子，越容易让你放松警惕。到了最后才发现，那些所谓的有门道的消息根本不是为了你赚，是拿你做铺垫当跳板的。这种破财方式特别隐蔽，很难事先识别，直到真正损失发生后才追悔莫及。具体来说，属马人在进入2025年之后，每逢农历的3月、6月、9月、12月这4个月，偏财星与命宫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财来得多，诱惑也强，但同时也代表意外事件增多，容易出现判断失误或者信任错人。此外还有3个日期尤其需要注意，那就是每月初1、初10、20这3天。从日柱命理角度看，这几天地支与午马相冲，加之煞气扰动，极容易造成财运上的幻象，让人做出脑子一热的冲动决策。说白了，如果在这几天有人主动找你谈钱、谈合作、谈借贷，即使他看起来再诚恳，也建议你多拖一拖，别轻易答应。再从五行流通的角度来说，属马属火，而50岁之后多属土重克火的阶段，土旺火息，
意味着主动性被压制，冲劲减少。这时候如果还一味强行突破，反而是逆势而行。特别是对于那些靠动脑投资、动手创业的属马人来说，运势的变化不只体现在运气上，更体现在身体和精力上。你会发现，很多之前轻松应对的事，现在变得越来越吃力，睡眠变浅，注意力不集中，胃口也开始下滑。这些其实都是命气泄的表现。一旦人在状态不对的时候去接收偏财，风险自然也更高。从现实层面看，属马的人50岁以后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想靠偏财翻盘。很多人年轻时赚得快，花得快，等到中年积蓄没存住，心里开始焦虑，于是只要看到偏财机会就拼命抓，越抓越急，越急越破。尤其是一些本来就有创业压力或家庭负担的属马人，遇上别人鼓吹翻倍盈利的时候最容易心动。可偏财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更像是诱惑加速器。如果没有足够的洞察力与定力，非但不能致富，反而容易陷入连环债局，甚至牵连家人。属马的朋友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25年丧门星与地解星交替进入命宫，这种配置象征着外财扰心，阴气入宅。简单说就是你接收到的钱，尤其是带红色象征的钱，比如人情往来、奖金分红、礼品、红包，背后可能带有运势污染，对健康与心神影响极大。尤其在你运势低潮的时候，收到这类偏财，反而会让你越来越不安，甚至引发睡眠障碍、反复头痛、食欲减退等问题。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断财止损，很可能进一步影响到身体和家庭运势。那怎么办呢？第一是拖延决策，任何关于钱的决定先拖3天，避免情绪化行为。第二是避开3日，每月初1、初10、20尽量不谈钱，不碰高风险投资，静守为上。第三是转正为主，也就是把主要精力转回稳定的正财收入，不要过度依赖意外财源，特别是短期暴利。第四则是净化财气，建议在办公桌或家中财位放置黄色水晶、五行转运葫芦等物件，起到收敛气场、阻断阴煞的作用。总的来说，属马的人50岁以后并非不能发财，而是必须要稳中求财。偏财可以接，但得看时机、看状态，绝不能冲动。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连续3天情绪低落，胃口下降，夜里多梦，甚至有无名的烦躁，那就要特别警觉，这可能是偏财扰命的信号。此时要做的不是去拼，而是暂避锋芒，恢复心神，养气补元。命运从来不怕你赚钱，就怕你在不该发的时候偏偏起了贪念，等那股运过去了，所有回报都成了代价。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每一期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那些个人命运和神秘信息。愿你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